일단 스테이지 좀 힘든 과정이었는데 이렇게 또 8강 갈 수 있어서 기쁜 것 같고 또 많이 배울 수 있었던 것 같습니다。 Kyria 在瑞士轮最后一轮取胜后的采访，透露出 T1 作为卫冕冠军，在今年世界赛瑞士轮阶段的艰辛旅程。很多 T1 粉丝会问，虽然 T1 一直都慢热，但为什么今年瑞士轮的状态会如此低迷？回顾 T1 在瑞士轮的5场比赛，这支卫冕冠军的表现确实难以令人满意。首战战胜 Fly 后，被 CFO 砍于马下，随后又被奸计爽虐，最后赢下 100T 和 MQ 才锁定8强席位。从比赛内容来看 ，T1 的问题暴露无遗。面对奸计时，他们甚至只收获了3个击杀，却送出23个人头，最终在27分43秒时败下阵来。如此悬殊的比分，在 T1 的世界赛历史上实属罕见。即使在昨天的生死战中 ，T1 依然赢得并不轻松。与 MQ 的第一局对决，前期 T1 双人组频频被对方铁男抓住，让 MQ 取得了不小优势。若非 Faker 沙皇在第23分钟的团战中拿下3杀 ，T1 恐怕难以逆转战局。第二局同样呈现出大乱斗局势 ，T1 边线持续发病，小吕布尝试与 Super 薇恩单挑却打不过，被收下一血。多兰也频频犯病，挖掘机直接挖到 MQ 中野脸上被击杀。队长 Faker 依然是 T1 瑞士轮阶段最稳定的 carry 点，虽然兑现能力不如以前，但是团战发挥依然顶级。他也以208%的场均伤害转化率拿下瑞士轮选手排名第一。在与 MQ 的生死战中，2局更是一次不死，合计砍下13-0-14的豪华战绩。但是一个 Faker 的出色表现掩盖不了其他队员的状态低迷。上路多兰在关键时刻频频迷路，他的世界赛全是高光，但是是负面的高光。下路组合小吕布和 Kyria 也失去了往日的默契，小吕布对线期表现中规中矩，但常在中后期出现致命失误。Owner 在野区的统治力也有所下降，拼惩戒失败的情况屡屡发生。整支 T1 仿佛只剩下 Faker 一人在苦苦支撑，其他选手只能偶尔闪光。瑞士轮中患病也成为影响 T1 选手状态的另一大问题。Owner 和 Kyria 都在最近的采访中透露，刚开赛阶段状态不错，但是打完 Fly 后出现了不同的症状，有鼻炎的、肠胃问题以及感冒的。估计这和下雨被拉去爬长城拍摄宣传片有关吧。这可能听起像借口，但认真想，电竞选手是高强度脑力运动，生病了反应专注力都会暴跌，谁愿意顶着 debuff 比赛呢？ T1 在瑞士轮战术准备和 BP 策略也遭到了广泛的质疑，特别是对阵奸计的比赛中，教练组选了冲阵英雄，没有办波比的 BP， 受到了很多观众粉丝的批评。战术教练 Mata 在采访中也承认，是因为 BP 做的真的不好才输给奸计。另外，红色方带来的困境 T1 显然没有做好充分准备，也表明 T1 对版本新变化的理解和适应慢了半拍。第一，阵容中的上单从宙斯换成多兰，被很多粉丝调侃为史诗级削弱。多兰选手的世界赛表现堪称稳定的负面高光。第二，作为卫冕冠军 ，T1 无疑承受着巨大的心理压力，每支队伍都以击败他们为目标，研究他们的战术风格，这使 T1 的每一步都走得异常艰难。8强淘汰赛即将打响 ，T1 将在首轮对阵 AL。今年 AL 对阵 T1 历史战绩小场领先，而且很多观众都觉得 T1 过不了瑞士轮表现出色的 AL。不过我的看法是，永远不要低估一颗冠军的心，尤其当那颗心里住着 Faker。距离比赛还有5-6天，如果 T1 能从疾病中恢复，教练组不再整阴间 BP， 其他队员能够觉醒，难道你不怕8强出剑杀的 T1 吗？